你这是天生医院体质，胚胎发育完好，这是个很健康的孩子，你确定要留到吗？孩子很健康，再健康也不能要呀！你都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种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大学都没毕业，你就算生下来，你也养不起啊！女孩子还是要自爱一些。喂，你好，前台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喂？什么人啊？话也不说。怎么了1809客房打过来的，问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，神经病。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去看看。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医生，做人流要多少钱啊6000。微微，我还是……别看我，我可没钱。给你介绍的那么多大家闺秀，一个都没看上。我可警告你啊，别再想着那个郑希言了。顾家本来就子嗣单薄，3代单传，还都是士官出来的。你也遗传了顾家的弱精症，年轻的时候不努力，以后啊就更难要孩子了。妈，喂，什么？你怀孕了？那个，我做人流钱不够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，我觉得你也应该出一半。看，又是这个天波开局。哪来的声音？我这死蠢的妈听了赌闺蜜的话，害我吃不饱穿不暖，最后还被我爸的白月光活活烧死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怀孕了？你现在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过来找你。爸妈，我少废话啊！快去！快去！咱们有孙子啦！再开快点！是。你们有没有听见一个小奶娃在说话？啊？什么小奶娃？你该不会是精神错乱了吧？哎，对了，那个男人怎么说？给不给你打胎钱啊？他让我把孩子留下来，他会拿钱给我养孩子。顾总，把他资料给我。时间都对得上。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你不用担心，钱不是问题。没想到苏菲菲居然怀上了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她个乡巴佬凭什么？菲菲，我还是劝你赶紧打掉，他能给你多少钱呀？你可不能为了一点钱就出卖自己的尊严。什么一点？
我爸可是京城太子爷，出手就是5000万。又听到了，难道我能听到肚子里孩子的心声？你要是做了有钱人的生育工具，那你跟物化自己的哥哥大有什么区别呀？也就我妈这种蠢货会听毒闺蜜的话，连我爸掏钱的机会都不给，就把她轰走了。对自家孩子嫌弃你。顾总，您能不能说说您具体的解决方案？先给你5000万安胎，只要你顺利的生下个健康孩子，后续的我会再给你5000万作为辛苦费。苏菲菲，你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怎么能让他拿钱来羞辱你呢？爸妈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靠着四处借钱才供我上完大学，能被5000万羞辱，是我祖坟冒青烟，我凭什么要拒绝？虽然不知道上一世的我是怎么想的，可这一世……顾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保密的情况下把孩子生下来交给顾家。咦，我妈怎么突然长脑子了？咦，我妈怎么突然长脑子了？要知道我爸是祖传弱精，能有个孩子不容易，而且顾老爷子特别喜欢女孩，只要我妈愿意配合，母凭女贵是迟早的事。苏菲菲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怎么能因为钱你就出卖自己？拿出来！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要生下来了。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过上好日子？你贱不贱呀你？丢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种朋友还是少来往。老爸威武！唉，只可惜我妈脑子里全是水，拿出来烫火锅都没人愿意吃。宝贝，别骂了，我听话还不行吗？走吧，送你回家。就这么一个老破小，还是跟你那个所谓的闺蜜一起合租的？我明天就搬家，跟狐朋狗友绝交，保证孩子有个好的成长环境。如果顾总不介意的话，我能不能租在你附近住啊？这样也方便顾家人随时监督孩子的成长情况。收拾一下吧，搬去我家隔壁的别墅，方便我妈时常来看你。这一世，妈妈不仅要让你吃饱穿暖，还要把你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公主。欢迎顾总回家。你这破烂就不能扔了？我这不是破烂，其他东西都按照你说的丢了。这口锅是我家里人专门给我打的，可好用了，不能丢。行，那你留着。从这周开始，你每周都要去指定的医院检查一次，届时会有最顶级的团队为你服务。福伯是别墅的管家，你有什么需要直接找他就好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苏小姐，你的房间在这边，请跟我来。
原来真的不是做梦啊！看来以后就只要吃吃睡睡就行了。还以为我妈开窍了，结果一点都不懂未雨绸缪。等她胡吃海塞变胖，被顾家人嫌弃，被我爸白月光嘲笑的时候，看她怎么哭。既然我的孩子这么有上进心，我这当妈的也不能拖后腿。傅伯，苏小姐，来坐。苏小姐，你有什么需求？傅伯，麻烦您帮我报一个顶尖的孕妇瑜伽健身课程，然后再帮我请一个专业的营养师团队指导我的一日三餐。是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除了强健体魄、科学瘦身之外，穿搭也要跟上。虽然我是个土包子，对怎么变漂亮一窍不通，但我有钱啊。还有，帮我预约一个明星御用的化妆师和造型师吧。是。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。嘿咻嘿咻，这个动作好难哦。这也不行。这件好看。相遇那天就定格了永远一句再见，铺垫时间在某一天你走出我。哇，影响到我妈身材不了，随便弄一下就这么好看。你放心吧，孩子这几天啊可配合我了，每天我睡他就睡，我动他也动。怀孕期间那些难受的反应啊我都没出现，晚上睡得特别好，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那就好。顾总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我明天有事，有事你可以联系傅伯，他会处理的。哦，好。看来明天的毕业典礼只能我自己去了。真的假的？苏菲傍上富豪了？对呀，他又土又丑，谁能看上他呀？不会是个老头子吧？对呀，他肚子里怀的就是老头的种，还带着孩子逼宫原配，就为了那点钱。我劝他赶紧把孩子留掉，他就跟我绝交了。啊，真不要脸！这不当小三儿吗？谁说我是小三了？哎，这美女谁啊？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？长这么漂亮，都能跟薇薇有的一拼了吧？这不是我们系的吧？要是我们系有这种美女，系花也轮不上薇薇呀。喂，你是不是走错位置了？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是苏菲菲。什么？感谢顾总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莅临学校参加毕业典礼，这边请。林薇薇，你要是再敢在学校造谣诽谤，我就找一个最好的律师团队，让他们给你普法。讨厌，我妈真威武，我爸才不是老头，帅着呢。哇，苏菲菲怎么变这么漂亮了？真是金钱养人呐！苏菲菲，你给我等着！接下来由吴教授宣读今年的优秀毕业生。今年
我们酒店管理系有3名优秀学生，他们分别是李亚鹏、张琴、苏菲菲。请3位同学到台上来领荣誉证书。恭喜！吴教授，苏菲菲品行不端，不配做优秀毕业生。各位老师、同学，我举报苏菲菲私生活混乱，在酒店实习期间傍大款当小三，还怀了大款的孩子。她这种人不配拥有优秀毕业生的荣誉。气死我啦！又是这个土闺蜜，我看她就是见不得我妈过好日子。她这种个人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声誉，我建议直接开除她。这种人凭什么当优秀毕业生？对啊，凭什么？开除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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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同学，关于林薇薇的指控，情况属实吗？胡教授，我没有，都是他在造谣。怎么，你自己玩的花还不让人说了？那你就说，那个男人是不是你老公？你怀没怀他的孩子？你，苏菲菲，请你严肃回答问题。那个男人不是我的老公，但我确实怀了他的孩子。但是我跟他不是大款和小三的关系。装什么？这不就是小三吗？怕不是傍上了个老头拿不出手，没想到看着漂漂亮亮的，私生活这么混乱。气死我了！不准这么说我妈妈！什么玩意儿啊！完了，我的宝宝！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漂亮了？顾总，都住手！谁再敢在这儿胡闹，通通严毙！你没事吧？我就是苏菲菲肚子里孩子的父亲，也是苏菲菲未来的老公。你们刚刚的所作所为，监控都已经录下来了。造谣的、故意伤害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老爸威武，一定要狠狠教训这些人。我刚刚没有看错的话，是你推的我老婆吧？他叫我老婆。故意伤害同学，我们学校没有你这样的学生，被开除了。校长，你不能开除我，我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。你要开除我的话，我这4年就白读了，而且还会留下档案的。校长，我求你了。菲菲，我们不是好闺蜜吗？我刚才就是一时糊涂了。谁跟你是好闺蜜啊？你对我的造谣和故意伤害，我会联系律师团队，你就去跟他们聊吧。苏菲菲，我们走吧。你昨晚约我，是去参加毕业典礼。刚刚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报的那些课程，福伯都跟我说了。我们之间是友爱，你只需要好好的生下孩子，不要妄想一些其他的。真能装！我妈作为我爸第一个女人，明明她也有心动。顾总多虑了，我没有非分之想，只是不想让我的孩子丢脸。
儿子，你就是苏菲菲。奶奶来啦！伯母好。好，好，好！哎呦，我儿媳妇真好看，来，快坐啊！来，快坐。这臭小子啊，还说你人很黑，这哪里黑啦？白白净净的，多好看啊！我没有嫌弃你黑的意思，我当时只是实话实说。我知道。别管他。之前啊，他一直不让我和他爸来看你啊，说头几个月不稳定，怕我们吓到你啊。但我刚和医生通完电话，医生说他要发育情况啊非常好，产妇的各项指标也很优秀。我公公、我丈夫和我儿子全都是试管来的。你要是能为顾家自然分娩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我们顾家绝对不会亏待你啊！我的好奶奶，虽然我爸各种误会我妈，可奶奶一直对我妈很好。可惜我妈是个缺心眼儿，一想到她要假清高的把镯子扔奶奶脸上，我就无语。什么？人家给我金镯子，我却把这么大一金镯子扔她脸上了？婆婆，妈妈上一世可能是中邪了，但真不是缺心眼儿。顾夫人，就算您不给我这些东西，作为孩子的母亲，我也一定会对孩子负责。更何况顾总已经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，我实在是没脸再收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原来孩子的妈妈是这么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瞧你在中间传了什么话，说的人家好是个野人似的。据小奶团所说，上一世由于我几次三番拒绝顾家，还骂他们是恶心的资本家，导致顾夫人也看我不顺眼，这才把郑希言喊回国和我竞争。不行，父母是我以后日子里最粗的大腿，我可一定要保好。孩子有您这么好的奶奶，是他的福气，以后把他交给您，就算我见不到他，我也放心了。放心吧，啊，你永远都是孩子的妈妈，我们不会不让你见孩子的。啊，我只是让你别妄想有的没的，没说不让你嫁孩子。以后顾家你可以随时出入，不会有人拦着你。咦，我的妈妈怎么变得那么聪明了？那她刚刚受了惊吓，先让她好好休息。儿媳妇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给孩子去买点东西去。啊，伯母再见。哎，走吧。这一次我主打一个让顾家省心，让伯母乐得和我相处，应该就没空搭理那个白月光了吧。伯母，谢谢你每周都陪我来产检。还叫伯母呢？妈。哎，奶奶，妈妈！哎呦，这孩子这是在和我打招呼吗？这孩子简直是来报恩的，胎位这么正，顺产的时候妈妈都不用受苦。这孩子在肚子里就会跟人打招呼，这聪明劲儿，以后绝对是人中龙凤。哎呀，儿媳妇，
等会儿陪我去逛商场，我买点东西啊。好。哎，妈，这商场里怎么没人啊？这里都给我包场了。儿媳妇啊，走，妈给你买好东西。把这一排的都包起来。喜欢吗？把这一排的都给我包起来。妈，我用不了那么多。没事，一天换一个，天天不重样。把这一排的衣服全部给我包起来。是，夫人。哎呀，太多了。这都过的什么神仙日子呀！唉，算算时间，我妈的快活日子也快结束了。什么？结束了？再过几天，她那毒闺蜜就会因为嫉妒，把顾景山被下药的脏水全往我妈身上泼。原来是林薇薇想给我泼脏水，看来是上次给的教训还不够，居然还想着要害我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……妈，我最近老做噩梦，梦见有人要对顾总不利，我觉得还是要赶紧把那几个下药的人给找出来才行。没想到你这么为他着想。好，这件事情我会让人去查清楚。那走吧。你看我女儿呀，就是漂亮，哎，妈妈看着都不相信是你了。白了好多了，这说出去啊，别人都不相信你是我姑娘。爸妈说什么呢？不管我变成什么样，永远都是你们的女儿。哎，之前你不是说怀孕的事情要保密吗？那最近那个新闻上怎么到处都在说这件事啊？本来说好是保密的，但是顾家人太高兴，就传出去了。现在整个京圈都在传顾景山要结婚生子了，就连以前那些嘲笑他弱精无根的谣言也跟着不攻自破了。爸妈，我这还有事，先挂了啊！好。不嫌弃的话，你尝尝，我做的比较清淡，应该对你的胃口。好喝。价值20万的私房厨艺班，那可不是白上的。按照这个节奏发展，只要白月光不杀回国，我妈就可以稳稳拿下我爸啦。我去开吧，应该是我爸妈给我寄的土特产。你就是那个爬床勾引顾启生的贱人。完蛋了，郑希言还是杀过来了。爱而不得的白月光最有杀伤力，我妈拿什么和他比呀？不行，不能给他装绿茶的机会，要先发制人。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就好了，求求你千万不要伤害顾总的孩子。贱人，装什么装？你耍的那些手段我都查得清清楚楚的，这
郑希言这次怎么直接动手了？上一世他都是装可怜无辜的绿茶，只有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才敢欺负我妈。我看，估计是看到我即将上位，他也顾不了太多，直接露出了真面目。这次，我不会再给他装绿茶的机会，因为……这位小姐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惹到你了，但如果打我你能解气的话，那你就打吧。郑希言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居然为了这个野鸡凶我！来，疼吗？雪山，我是怕你被人做局，特意赶回来的。你被下药的事情很可疑，我请了最顶级的私家侦探调查，整件事就是苏菲菲在背后操控的。她就是苏菲菲的闺蜜，她知道整个事情的原委。顾总，我可以证明这件事情都是苏菲菲在背后操控，为的就是要利用孩子逼宫，嫁进顾家。难道我注定逃不过这盆脏水？几个月前，我跟苏菲菲在酒店实习的时候，那天晚上你来入住，就是她在背后偷偷给您下药，趁您意识不清的时候趁虚而入。还有毕业典礼的事情，也是她逼我做的，为的就是让您当众承认她的身份。你说够了没有？顾总，我没有。顾总，我有证据。这些事情我早就查清楚了，是我的竞争对手做的，而且那些我都已经处理干净了。来人！顾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撒谎了，你放过我吧。郑小姐，你救救我！郑小姐，你别告诉我，你过来这一趟就是为了污蔑苏菲菲。那也不能证明苏菲菲就是个好人啊！你看她以前玩得多花，还和留学生呢。我看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很有可能就不是你的。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些人，这些照片是 AI 合成的，我从来都没有谈过男朋友。真信了？我不信有人睡一觉就能怀孕。如果你想证明自己，那就跟我去医院做亲子鉴定。好，反正孩子已经6个月大了，可以做穿刺了。我愿意做亲子鉴定来证明我的清白。只是到时候如果证明孩子是顾总的，我也会远离顾家，不会再打扰您和郑小姐。郑小姐，我从未妄想过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。爷爷，这个小子，你简直胡闹！老爷子，不怪顾总，一切都是我的主意。你看你干的糊涂事，难怪你爷爷连夜从离世赶回来教训你。该菲菲一心为了你好，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不应该这么怀疑他。妈。没事，做了鉴定也可以让外界少一些困扰顾总的流言蜚语。
我们顾家什么时候怕过流言蜚语？这是6个月做亲子鉴定，好伤身体的。妈，放心吧，我可以的。我不怕，赶紧站我一站，这样才能让白月光变成黑米饭。菲菲，家属请到外面等候。没想到爸爸是这种狗男人，妈妈都流血了，他居然看都不看一眼。等鉴定结果出来，我必须看到爸爸追击火葬场。就凭我，怎么可能撼动白月光的地位？也许我的宝宝注定没法和我一起成为人间富贵花。慢点，您怎么来了？你昨晚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我当然要来照顾你，给你好好补补身体。不止我，大家也都在呢。来，慢点啊。给你，来，先喝点汤。别总是喝汤，多吃点菜。妮子，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来，多吃点啊。苏菲菲，只要等鉴定结果一出来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。我已经拿到报告了，苏菲菲肚子里的孩子果然不是顾其山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苏菲菲，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攀上顾家这根高枝吗？我告诉你，野鸡就是野鸡，永远也别想变成凤凰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这孩子怎么可能不是我顾家的？你还在这装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别有用心的阴谋。还好我提前回来替顾启山扒了你的皮，否则还真让你得逞。哎，慢点，来，先坐下。夕颜，你这个报告是从哪里拿来的？当然是从鉴定机构呀，这可是我付钱加急拿来的。你们看清楚了，苏菲菲肚子里的孩子和顾启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一个靠卖肉上位的新妻女，怎么跟我们家郑小姐比得了啊？更何况卖肉还失败了。就是，陆少最恨别人欺骗他了，我等着看这只野鸡的下场。苏菲菲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！启山，对付她这种欺骗你的心机女，你可千万不能手下留情啊！必须把她赶出顾家。还有你在她身上挥霍的那些钱，必须让她一分不少的吐出来，否则就告她诈骗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就是妈妈和爸爸的孩子，肯定是这个检测报告有问题。启山，你说句话呀！启山，他不会真的要对我那么狠吧？我以性命保证，这个孩子一定是顾总的。如果一定有个地方出了问题，那就是检测报告有问题。就是，爸爸、奶奶、曾爷爷，你们可千万要相信妈妈，不然本宝宝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检测报告都已经摆在这儿了，那你怎么还不带着你肚子里面的那种去死啊？住口！我是亲自鉴定的委托人，付钱的也是我，为什么我还没收到消息，你就先拿到了鉴定结果？
不愧是我的好奶奶，如此的明辨是非，逻辑通顺。这是有人放在我门口的，我以为是私家侦探提前查到了结果，所以也没仔细核对，就过来告诉你们。喜善，我这忙前忙后的，可都是为了你呀！你说句话呀！我是不会害你的，可是这个苏菲菲，她一直在利用你。这份公章没有对齐，字体模糊，而且还没有编码，这份明显就是假的。有件事情，帮我去查一下。喜善，不用查了，这报告怎么可能会是假的？查清楚之后，立刻来别墅向我汇报。顾总，顾总，机构确认血液样本还在对比，最快后天晚上出结果。臭小子，算你机灵，要不然我孙媳妇儿可就被冤枉。以防万一，到时我们亲自去机构候诊，现场揭晓结果，避免有心人再陷害菲菲。难怪刚刚大家都不说话，原来他们早就看出事情不对劲了。哼哼，白月光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郑希言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。就算顾家人当场拆穿了郑希言作假，可她是顾家世交的女儿，是顾启山的青梅竹马，是身价上亿的千金大小姐。我一个没名没分的普通人，就算真的被冤枉，也只能咽下眼泪，安静的退到一边。菲菲，是不是不舒服？不舒服的话，我们先回房休息啊。好好的一顿饭，全被某人毁了。我们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马上离开。菲菲，你今晚跟我睡，我晚点喊2个人请你打出来，单独为你做一顿饭。不，我还有话说。这个坏女人又想搞什么鬼？伯母，我也是为了顾启山好。我看到报告之后，想也没想就拿过来了。我不是故意用假报告骗人的，而且谁知道是不是苏菲菲她故意设计陷害我？搞不好就是她自己弄了一个假报告，然后骗我闹了这场乌龙。这样一来，她就成了受害者，你们所有人都会心疼她的。伯母，你这么聪明，一定不要被她给欺骗了。我用得着你教我做事？哇哇哇！奶奶威武霸气，不愧是我妈最粗的金大腿。你敢打我？长这么大，没有人敢打我。郑希言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顾启山，是你妈妈打我，你凶我干嘛？希言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难道以前你的善解人意都是装的吗？是我看错了你。都给我听着！菲菲才是我未来孙子孙女的妈妈。刚刚那些帮着郑希言说话的，今天就从顾家滚出去！我看你们更适合郑家，干得漂亮，奶奶！上一世这些人受了郑希言的好处，没少欺负我和妈妈。说得对，我顾家不需要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货色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丢出去！夫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夫人，不要把我们赶出去！夫人，不愧是我曾爷爷，出手就是果断，就是这样，把他们都赶出去。要不是启山他爸去国外出差赶不回来，
家里怎么容得下这些外人胡作非为？郑希言，我是看在跟你爷爷交情的份上，才把你当做我的亲孙女在宠。可是，如果你胆敢伤害到我真正的家人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。谢谢大家这么维护。臭爸爸，我还等着他拧推去火葬场呢。妈妈，对不起了，我也是为了帮你呀。我的小祖宗哎！你妈，我昨天刚做了穿刺，加上一夜未睡，你这么激烈的胎动，我哪承受得住？快去开车！是。郑希言，如果菲菲和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顾西山，你居然为了这个乡下眼睛吼我！我早说过，穿刺很伤身体，不能做，不该做。儿子，你糊涂呀！你为什么不阻止菲菲？为什么不站出来说你相信菲菲？啊！臭小子，要不是你存心偏袒这个甄希言，搞出这些乱子，我的孙媳妇儿怎么会受这种苦呢？嘿嘿嘿，这把追去火葬场稳了。顾西山，你不许带他走！你给我闪开！顾西山，我受伤了。受伤去医院，我又不是医生。苏菲菲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！喂，帮我安排几个人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这就是徐少医生。不用，还好，我的小奶团还在。妈妈，对不起了，我这一脚确实踢得太重了，居然害你整整昏睡了这么久。虽然你没看到爸爸这段时间的表现，但他对你的关心我都看在眼里呢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给你媳妇倒杯水！谢谢啊。宝宝，你没事吧？谁呀？这是？你谁啊？谁准你碰他了？哟，这就吃醋户上了。我是谁？我是她男朋友，她肚子里孩子的爸。啥？不能！这丑八怪怎么可能会是我爸？什么你的？我才是孩子他爸。什么？我才是啊！我是。不是，我真的不认识他们。叫谁保护他？气死我了！总有刁民想害我妈妈，这些丑八怪是哪来的？我妈可只有我爸一个男人。菲菲，我是你男友啊，你们装作不认识我呢。菲菲，我也是你男朋友啊，你之前还为我打过胎呢。我们听说你住院，立马赶来看你，你竟然装作不认识我们。菲菲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们在胡说八道，我真的不认识他们，我也从来没有谈过什么男朋友。不认识我们？那我怎么知道你胸口有颗红痣？
道我胸口有颗红痣啊？是啊，他为什么会知道你胸口有颗红痣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认识他们。行了，我不知道你们几个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但菲菲是我顾家的儿媳，你们想要造谣诽谤她，也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，能不能承受得住顾家的怒火？造谣诽谤，我们是有证人的，我和她谈恋爱，她闺蜜林薇薇全部都知道，不信把她拉过来对质。薇薇，你说我是不是苏菲她男朋友？还有我，他们都是苏菲菲的男朋友。我之前跟他合租的时候，他就经常带着几个男的回家。他之前还怀过几次孕，当时还不知道哪个是孩子的爸爸，还找他们一起平摊过打胎钱。没错，当场建了个群，问我们要打胎的钱。她这次怀孕也找我们要打胎钱，只不过我们没同意。顾总，我除了跟你，我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。谁知道你是不是自己割破手伪造的？伯母，启山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们被这个心机女欺骗，所以又派人调查了一番，找到了曾经替她打胎的医生。我是一名小诊所的医生，这位苏小姐经常在我那边打胎，这里都是她的治疗记录。伯母，顾家祖传弱精，子嗣困难，怎么可能跟他就一发即中？他肚子怀的还不知道是谁的野种呢。我看呀，他就是想鱼目混珠，骗顾家的钱。难道菲菲真的骗了我们？天要亡我！郑希言这女人手段好高，我妈妈怎么斗得过她呀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这个医生我不认识，还有那些诊疗记录我也不认。郑小姐，你有过伪造鉴定报告污蔑我的行为，我很难不怀疑这个医生是你故意找来污蔑我的。我才没有。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，有没有谈恋爱一问学校的人便知。至于这些男人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林薇薇他们好像是你的男朋友。对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些男的是我妈这个土闺蜜的男朋友。还有我胸口上有个红痣的事情，也是你告诉他们。一群废物，哑巴了吗？不知道反驳吗？你胡说八道！他们明明都是你男朋友，是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在我们合租的屋子里装着监控？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把这些男人带回来鬼混的视频，我手机里都有备份。薇薇，之前还担心菲菲胆子小，现在看到她这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日后一定能跟祁山一起带领顾氏走得更高更远。郑小姐，你请来唱戏的人都走了，你还要继续留在这儿打扰我们一家人吗？顾祁山，我一心为了你好，你居然不领情。好，你等着吧，等着检测报告出来，你就知道后悔了。检测结果今天晚上就会出来，到时候我们全家会亲自到场拆封结果，绝对不会给
别有用心之人，有可乘之机。顾启山，你好样的！哇，我妈妈怎么变这么聪明了？说好的一夜傻3年呢？这还是我认识的妈妈吗？怎么变成钮祜禄妈妈啦？这一世，妈妈一定会守护好属于你的荣华富贵，谁也别想抢走。嘿嘿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经过这2次的事，估计在我爸心里，郑希言这个白月光已经成了黑芝麻了。再一再二不再三，郑希言，今后无论你怎么陷害我，顾启山可能都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这孩子，下床干什么呀？地上多凉啊！啊，来，快躺下，啊，慢点啊。菲菲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无条件相信你。我还给你准备了个礼物，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，我就告诉你。菲菲，以后你就别叫我顾总了，叫老公好吗？好。看这情况，我妈已经快将我爸拿下了，小小的我即将迎来父母双全的日子。好困哦，先睡一觉吧。这是怎么了？别怕，可能是停电了吧。顾总，医院电路出现故障，导致停电，现在已经启用了备用电源，但是会优先供给给重症监护室的病患，其余病房可能要等线路维修之后才能恢复供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感谢您的体谅。怕黑？有点儿。今晚沃兰珠宝举办了一个泳池展览，我陪你逛逛，顺便给宝宝买个见面礼。你好，顾夫人，好久不见，很久没见您参加这类宴会了。今晚倒是有幸在这儿见到您。我来给我儿媳买点好看的珠宝。哦。这位就是顾家的儿媳吧？真漂亮。是的，真的很有气质。唉，睡醒了。这是哪儿？啊！沃兰珠宝泳池展览会，完蛋了！妈妈怎么来这儿了？上一世也是在这个泳池。郑希言设计我妈装到奶奶。我买给你。我觉得这个项链就很适合希言。确实。喜山哥哥，我想要这个。好。菲菲，你别一个人在那里，过来，看喜欢哪个珠宝，我买给你啊。不用了，只有你们有钱人才喜欢这些俗气的东西。苏菲菲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没事，菲菲，就算你不想要，也可以给孩子挑2件嘛。而且那儿是风口，你一个人在那里不冷吗？我妈和奶奶双双掉落泳池，郑希言跳进泳池里把奶奶救了上来。伯母，我来救你。
程希言因这次的救命之恩，收获了奶奶的宠爱和赞同，同意他加入顾家。而妈妈因为不会游泳，在水里泡了很久，动了胎气，落下病根，天气一凉就身体虚弱，关节疼痛。也是因此，郑希言找上门时，妈妈无力反抗，导致我和她一起被活活烧死。他不就是个野鸡吗？你们还真把他当宝了，买珠宝，他用得明白吗？完蛋了，郑希言杀过来了，历史要重演了。宝宝，妈妈不会让历史重演，这一世我要让她也尝尝泡冷水的滋味。住嘴！别再让我听到你说我老婆的坏话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老婆？你叫她老婆？顾谢山，我才是你未来老婆。老公，郑小姐这个样子，我好害怕呀。别理她，我们走。也不知道这时的钮祜禄妈妈能不能斗得过白月光郑希言。身体好点了吗？怎么从医院出来了？医院停电了，有点害怕。启山说带我回来逛一逛，刚好给宝宝买点珠宝。走，妈带你去跳。哎，那个红钻很漂亮。买。哎妈，那个粉的是不是也色？哎呀，适合你。老婆，这个珍珠项链也挺适合你的。哎呀，真不错，这个很漂亮吗？啊，这个好看，更配你。好看好看，都是本宝宝的。等我出生了，我要把我全身上下都挂满珠宝。走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顾总，来了，郑希言走过来了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提醒妈妈和奶奶？有人落水了！哦，他自己掉下去了，活该！让你欺负我妈妈。啊！哦，完犊子了！啊，有孕妇落水里了！快来救人啊！顾夫人掉水里了！救命！跟我斗，你还愣了吧？伯母，我来救你。对哦，除了瑜伽，妈妈还在孕中期找了专业教练学习游泳。她怎么干的都是我的活呀？有人落水了！有孕妇落水里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我！启山，我脚抽筋了！启山，救救我！苏菲菲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有病吧，你个神经病！没事吧？菲菲，这张附属黑卡你拿着，感谢你刚刚救了我。不过下次别这样，你还怀着孕呢，万一一不小心……妈，这卡我不能要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救你是应该的。你放心吧，我有分寸，孩子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快拿着，这是我的一份心意。老婆，既然妈给你了，你就拿着吧。
也没多少吧？没多少，是多少？3个亿吧。3个亿？那我不能要。快拿着，也没多少，就当是给未来宝宝存的压岁钱。3个亿还叫没多少？好呀好呀！本宝宝一出生就是小富婆，妈妈放心，我的钱就是妈妈的钱，只要有我一口汤喝，就绝对不会少妈妈一口肉吃。那我就替孩子先收下了。好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，照顾好你媳妇。我帮你把头发吹干吧，别一会儿感冒了。瞧我爸爸这没出息的样，但凡妈妈现在亲他一下，他绝对要被吊成翘嘴。这么一丝不苟的人，吊成翘嘴会是什么样呢？谢谢，没有吊成翘嘴，反倒变成了呆子。哎呀，羞羞！顾总，医院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。好，我给你发个定位，你把检测报告拿到这边来。是。检测报告出来了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！等宝宝我验明正身，看谁还敢质疑我的身份。走吧，咱们去隔壁叫上妈一起拆检测报告。陈道主，郑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这张卡里有500万，想请你帮个小忙。哦，什么忙？把你手里的检测报告给我，我给你拿个新的。新的？郑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那个乡下野鸡配成为顾家少夫人吗？只有我才能成为顾启山的妻子。只要你帮我这个忙，不仅会得到顾家付你的薪水，郑家还会额外付你600万的年薪。好。顾总，这是医院的鉴定报告。现在是要拆报告了吗？再等等，还有2个人。快，打开，快拆开，我都等不及了。苏菲菲，等着和你的野种一起被顾家打入地狱吧。好，太好了！我这个实在是不容易，现在好了，总算有一个自然受孕的孩子。我早说了，没必要怀疑菲菲，让菲菲和孩子白白受了那么多的苦。鉴定结果不仅确认孩子是顾家的，而且还说有很大概率是个女孩。女孩好呀，女孩乖，女孩带起来也不费劲呐。那是，我可是全天下最乖的宝宝。老婆，谢谢你。不可能，苏菲菲肚子里的野种怎么可能是顾启山的？我明明就……你耍我！你真以为我会给你把检测报告调包？顾总，郑小姐刚才想用500万收买我，让我调包检测报告。
陈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得罪我们郑家吗？没想到这郑希言都从白月光变成黑芝麻粒了，还要坚持不懈的搞事，这下被抓包了吧？我陈默叔叔人品好着呢，他可是在妈妈与顾家决裂后唯一愿意接近我们的人。我没有，其实都是他冤枉我。他这么向着苏菲菲，肯定是跟他有一腿。说不定啊，苏菲菲肚子里的野种就是陈默的，报告也是他伪造的，为的就是得到顾家的一切。郑小姐，说话要讲证据，我有证据，你有吗？我有证据，你有吗？陈特助，这张卡里有500万，我想让你帮个小忙。哦，你把这个检测报告给我，我重新拿个新的给你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是呀，我看在两家是世交的份上，一次次的容忍你，你却一次次的得寸进尺，真当我顾家好欺负的吗？陈默，你到底脑子有什么问题啊？500万你都不要，还把我卖了。郑希言，你输了。郑希言，你马上给我滚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陈助理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有你，恐怕我和宝宝早就已经……好了，你怕什么？我不都已经说了吗？未来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无条件的相信你。陈默，这件事儿你处理得非常好，回头给你涨工资，年薪1000万。谢董事长。妮子，之前的事儿都是这臭小子做的不对。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，也为了迎接我曾孙女的到来，我提前已经买好了一栋楼。等我的曾孙女这一出生，这栋楼就是她的出生礼物。我没听错吧？一栋楼？也就是说，我的小奶团以后什么都不干，光是收租就能尽享荣华富贵一辈子。我这个妈妈肯定也能跟着沾光。妈妈这也太没出息了，一栋楼就要晕过去，那以后爷爷奶奶送我回乡的时候，他不得吓死啊！爷爷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谢谢你们能给这个孩子这么好的生活，我这个当妈妈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一家人别这么客气，你能怀上我儿子的孩子啊，说明你们之间有很深的缘分，这都是天注定。你和我们顾家之间的牵绊，肯定比想象中啊还要深。走。喂，姐姐。我不想待在医院，能回家吗？不能，医生说你还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呢。放心吧，这段时间啊，妈会让这个臭小子每天过来陪你。他有哪里做的不好，你跟我告状，我收拾他。顾夫人，顾夫人，你糊涂啊！这个女人的爸妈就是种地养猪的，这种下等人没有资格派上顾家。我孙女和顾继山才是门当户对的妻子。顾夫人，你要是同意联姻，我孙女也会大度的收养这个孩子，把他当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视如己出。这个白月光也是够够的了，还想当我后妈？做梦！以前高高在上的端着，把我爸当成舔狗一样耍，
现在看我爸要和我妈在一起了，不仅玩下三滥的手段陷害我妈，居然还搬出大家长逼婚。顾启山，如果你执意要娶这个乡下女人，那我们郑家和顾家的合作即日起全面取消。吓唬谁呢？以为这样我爸就会屈服吗？郑希言他越是作，他在我爸心中的滤镜就碎得越彻底。更何况我的爷爷奶奶都不是好欺负的，还拿取消合作来威胁，简直笑死人！确实，顾夫人不是等闲之辈。顾启山在商场上素来杀伐果断，哪是能容得下别人吆五喝六的？郑希言搬出爷爷来逼迫顾启山，等于是在加速毁灭两人之间的关系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再来添一把火。谁允许你们擅自进来的？啊！你们吓到菲菲和孩子了？保镖呢？花钱请你们是干什么事的？要是连这种闲杂人等都拦不住，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。对不起，顾总，因为他们说是您的未婚妻和商业合作伙伴，我们不敢。我再通知你们一遍，现在苏菲菲才是顾家的最高优先级，所有事情都要以她的安全和健康为主。除了我和我的家人，任何人想骚扰苏菲菲的人，一律给我就地拿下。是。顾启山，这个女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们家和你们家可是世交。我和你15年的青梅竹马，难道还比不过这个臭种地的乡巴佬吗？我和我的父母靠自己的双手种植粮食，不偷不抢，勤劳踏实，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们呢？种地不丢人，养猪不丢人，穷也不丢人，反而是那些仗着自己有钱、高高在上、羞辱劳动人民的人才丢人呢。妈妈说的对，外公外婆多好啊，还带我在乡下抓过泥鳅呢。可惜没多久，两人就突发脑梗，双双离世，留下我和妈妈孤苦伶仃。如果能早点发现，说不定能治好。我爸妈会因为脑梗去世？怎么了？老公，我有点想我爸妈了。这有什么呀？一会儿我找人把他们接过来。只要能提前查出来，爸妈就不会像上一世那样突发脑梗去世了。老公，你让他叫你老公？顾启山，你不是说过会一直等我的吗？郑希言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有尊重过我吗？不，你只是在享受被追捧的快乐。我已经厌倦了你吊着我的把戏，如今发现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个善良的人。我现在对你只剩下厌恶，在我讨厌你之前，我希望你安静的。看来得不到的白月光也不过如此。郑希言，你用假的亲子鉴定污蔑菲菲的事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居然敢上门挑衅！你这样无理取闹、霸道下作，绝非我儿子的良配。顾夫人，你确定为了这个女人要和郑家决裂？你确定为了这个女人要和郑家决裂？郑老爷子，郑家要是想取消合作，也请便。反正你们的位置啊，早就有无数的公司想取代。顾家和郑家的联姻，我是不会的。送客。是。请吧。儿媳妇，你放心，今后啊，不会有人再打扰你和启山的约会。等亲家来了，正好商量一下你和启山的婚事。啊，虽然没有看到我想要的追妻火葬场，但妈妈直接得到了婆婆的认可，婚礼也即将提上日程，我这一脚也算是没白踢。好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独处了。
哇，好大的钻戒！我原本以为我只需要孩子，不需要你。可这些天和你相处下来，陪你运动，陪你去产检，和你一起做饭吃，你让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。那天看到照片，我同意亲子鉴定，其实也是因为我吃醋了。我真的以为你有别的男人，让你受苦都是我的错，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名正言顺丈夫的身份，让我以后好好的保护你。你愿意吗？答应他，答应他！没想到这些现实中的霸总还是很有礼貌、很尊重人的嘛。按照我的计划，明明应该是我绞尽脑汁问顾启山要个身份才对，看来这些天没白捡。顾启山，你可想好了？你要是跟我在一起，跟郑希言就再也没有可能了。我这个人心眼小，我可受不了你一颗心里装2个人。好巧，我和你一样，心底里只装得下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无论现在还是未来，那个人都只会是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去领证。太好了！等爸爸妈妈领证后，我就是名正言顺顾家人，看谁还敢说我是野种。好，领证。看着点锅，这佛跳墙啊，一定要炖满6小时。给菲菲吃的东西绝对不能马虎。好的，夫人。呀，怎么样？休息了一阵，感觉身体好点了吧？好多了，但偶尔还有一些不舒服。最近都很少见你出现胎动，孩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放心妈，医生说前段时间我是忧思过度，没休息好，所以才身体疲乏，以后注意休息，调理一下就好了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小奶团确实没以前活泼了。我记得有一个全国顶尖的中医圣手邹宁，给不少大人物和权贵的夫人啊施过针，挽救过不少的孕妇和孩子的健康。我想办法请他来为你号个脉。好，谢谢妈。没事。爷爷，怎么办呀？顾喜山真的要娶那个乡下野鸡，那往后我们和顾家的合作怎么办？是顾老夫人打来的电话。接。邹医生，您最近在哪儿看诊啊？我想请您来为我儿媳号个脉。您放心，钱不是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爷爷，你怎么能让邹医生去给那个贱人看病呢？他和他肚子里的野种一起死了才好呢。我警告你，我们花钱付了你1年的诊疗费，你休想去顾家给那个贱人看病。好了，谁说让周医生去看病的？他想靠胚胎和你争，我们就让胚胎消失好了。邹医生，
如果你愿意打掉苏菲菲肚子里的孩子，哎，郑小姐，苏菲菲怀的可是京城第一世家的子嗣，我没那个胆量。 2个亿，事成之后我给您2个亿。周医生从业几十年，想必有的是办法悄无声息的处理。即使如此，孩子没了，那就是这个孕妇自己的问题，怎么能怪到你身上呢？他那好歹是条人命啊！一个未成型的胚胎罢了，怎么能算是人呢？没错，我才是顾启生真正爱的人。那个乡下人怀的孩子，顾启生根本就不在乎。你放心去做就好了。好。腰好酸啊！是不是宝宝闹你了？我听听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小奶团已经睡着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万一他踢我了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母女连心，你闺女啊，自律得很，每天到点就睡，从来不折腾。少夫人，这是夫人特地为你熬制的佛跳墙。放下吧。这位是？这位是夫人请来为你号脉的中医圣手邹医生。既然是妈请来的，那就请邹医生帮你看看。换只手。邹医生，我太太身体如何？大问题呢倒是没有，不过夫人这段时间是不是受到颇多惊吓，导致忧思过重，睡眠不足，从而身体疲乏？医生，这对胎儿的发育有影响吗？会啊，这孕妇的健康跟胎儿的发育息息相关。您腹中的胎儿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活泼好动了？这段时间小奶团的睡眠时间确实比以往长了许多。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？是药三分毒，夫人现在怀着孕呢，建议不宜用药。想要快速调整，可以施针。施针？医生，这针是扎哪儿啊？在肚子上。肚子上？那不行，我不扎了，万一伤到孩子怎么办？害怕我们就不扎，吃好喝好，照样能把身体调理好。夫人，我从业几十年了，给不少的大人物和权贵的夫人都施过针，挽救了不少孕妇跟胎儿的健康。要不然顾夫人也不会邀请我亲自为您号脉施针。您放心，不会伤害到孩子的。也对，顾母肯定不会害我，她专门请来的，我这样直接拒绝，岂不是会伤她的心？邹医生，既然我老婆害怕，就先不施针了，劳烦您跑一趟，慢走。虽然呢孕晚期比较稳定，但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。夫人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呀，很有可能会导致胎儿发育，从而造成孩子的智力缺陷。后续您身体要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呢，请一定及时联系我啊。等等，邹医生，那请您继续为我治疗吧。
菲菲，害怕的话我们可以不做，没必要勉强自己。没事儿，我刚刚就是有一点紧张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我希望我们小奶团能健健康康的生下来，哪怕有1%的可能会影响到它，我也想把这1%给消灭掉。放轻松，我从业几10年，从未失过手，一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。什么动作？差点扎到我脚下！医生，你轻点儿，怕扎到孩子了。哎，好。原来在针灸呀！嘿，扎不到我！果然是有作用，身体没那么乏力了，小奶团也比前几日活泼了多。放轻松，哎，好。那今天的治疗呢，就到这儿。后续您身体要是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呢，请再联系我啊。傅伯，医生这边请。感觉怎么样？老公，我感觉小奶团已经醒了，在我肚子里手舞足蹈的呢。臭爸爸，给你一脚！他踢了我一脚。傻子！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好难受！菲菲，你怎么了？竟然痛！好痛啊！菲菲，你不要吓我！菲菲，菲菲，怎么回事？好难受！为什么控制不住想从妈妈肚子里出来？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吗？现在还不到我出生的时候啊！顾总，您不能进去，请您在外面等候吧。医生，求你了，一定要救活我太太。顾总，这夫人羊水已经破了，现在被迫早产，孩子不是早产儿就是死胎啊！什么？不要！我要我的孩子！启琛，你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！医生，能不能保孩子到足院？保不了，夫人已经见红了，现在的情况来看，80%的概率都是死胎。为了保护夫人，我们必须得紧急做剖腹产手术了。这是剖腹产手术的同意书，您快签字吧。不能保住2个吗？按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很难，时间紧迫。顾总，您签字吧。不要，顾启山，你不能签字，我的小奶团。靠，又是这个天波开局。你们有没有听见一个小奶娃在说话？嘿咻嘿咻，这个动作好难哦！气死我了！不准这么说我妈妈！哎呦，她自己掉下去了，活该！让你欺负我妈妈！顾启山，你要是敢签字的话，我就跟你离婚！好累啊，爸爸妈妈，下辈子我再来做你们的宝宝。不要，小奶团不要！启山，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。顾总，情况紧急啊！顾启山，夫人，您冷静一下。医生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
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先保住大人。好，走。先给你5000万安胎，只要你顺利的生下一个健康孩子，后续的我会再给你5000万作为辛苦费。小楠楠，我的孩子，老婆，这是什么？要不是啊？怎么，孩子出生之后你要担起给他换尿布的责任？那当然了，那可是我的女儿，而且我又不是那双手掌柜，只会把带孩子的重任交给老婆。你看，好看。老公，你说我们给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好啊？小名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叫小奶团。大名找来找去，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，就叫顾清欢，如何？顾清欢，哎，这个名字好啊！宝宝，你的大名啊，爸爸给你取好了，就叫顾清欢，你喜不喜欢？他说喜欢。儿子，菲菲和孩子怎么样？你爷爷那边还瞒着没有告诉他。他年纪大了，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呀！爸，白天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亲家公亲家母明天就来，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啊？医生，我夫人和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是超早产儿，存活率低，你们家属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如果一会儿宝宝没有哭的话，那就没有抢救的必要了，直接放弃抢救吧。那孩子现在？目前还没有听到孩子哭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！老天保佑，保佑，保佑我孙女快快哭出来呀！医生，孩子他，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他哭了，虽然很小声，但确实是哭了。快，立即抢救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孙女还有救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小奶团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没保护好你，妈妈还没有上一世有用呢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贝贝，别这样子，你才刚做完手术。是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，启山，都怪我，怎么办呀？贝贝，别怕，孩子没事。真的，孩子真的没事吗？昨天晚上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，医生说他很坚强。小奶团在哪儿？我要去看他。等等，贝贝，孩子现在在 ICU， 因为早产，身体很虚弱，需要在 ICU 待上好几个月。你好好休息，等你身体好一点，小奶团情况稳定了，我们再去看他。菲菲，你看
谁来了？菲菲，你看，这是谁来了？爸妈，菲菲，还疼不？菲菲啊，爸从乡下给你带了很多好东西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你要是喜欢吃什么呀，就告诉妈，妈给你做。亲家母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们没有照顾好菲菲。爸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们每天给我吃最好的，用最好的。要不是你怀了岐山的孩子，也不至于受这么多的苦。现在你是我们顾家的大功臣，想要什么尽管提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小奶团说爸妈是突发脑梗去世的，得赶紧让他们去体检。我想带我爸妈去做个全面的检查。菲菲，我和你爸又没什么病，体检什么呢？是啊，我跟你妈身体都好着呢。爸妈，菲菲也是担心你们，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体检。不用麻烦，我们是来照顾她的，又不是让她操我们的心的。放心吧，菲菲这儿有我们照看，不用担心。你们就跟岐山一起去体检，别让孩子担心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就听孩子的吧。前段时间你还不是说你头疼吗？走吧。那妈去了啊。顾总，顾总，郑贤说想见你。不见，让他滚。是。来吃菜，好。医生说啊，再等3个月，宝宝就能从 ICU 出来了。等接回宝宝，我们就为这两孩子啊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关于彩礼这一些呢，我们顾家也会按最高标准准备。不用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只要2个孩子好好过日子，彩礼呀随便给点，不用给那么多。那我们就先准备1个亿的礼金，再加10套房产，20辆车。还要对外宣布啊，我顾家迎来了第一个自然分娩的小公主，啊，再给小暖团准备3个亿的成长基金。老公，还有你国外的业务啊先暂停，别出国了。两孩子的婚礼啊，我们得亲自主持婚礼。好，那我就等小奶团1周岁的时候，我再出国。好。如果不是早产，小奶团这会儿应该在我肚子里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吧。女儿，你这婆家人是不是吹得太过了？是啊，这跟画大饼一样，万一以后再亏待你和小奶团怎么办啊？爸妈，放心吧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人。再说了，我长了腿，他们对我不好，我自然知道跑呀。发什么愣呀？吃菜啊！对，吃菜。啊，爸妈，尝尝这个。哎呀，来，爸。不用夹了，不用夹。菲菲，动筷子，多吃一点啊！来。废物！不是让你把那个贱人的孩子弄掉吗？为什么他还活得好好的？我已经尽力了，都那个样子了，那孩子还能出生，说明那孩子福早生重。住口！不准你在我面前夸那个贱人的野种！好了，你跟一个老女人计较什么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不是在怪你。既然你收了钱，就得办事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
这孩子得死。之前我不能要，上次做的事我都已经背了业债了。那孩子福泽深重，我不敢再害他了，我还为我的后代积福呢。你要是不做，我保证，你积再多的福，你后代都用不上。郑家主，我不是蠢人，可多年摸爬滚打办事，为无数权贵的治过病，无一例外都能全身而退。大不了我就鱼死网破，把你们收买我陷害顾家子嗣的事，我看你们搞出去。爷爷，行，只要你把这事藏进肚子里，我不会动你和你的家人。爷爷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那个野种已经出生了。木已成舟，顾家的事你就不用再管了。凭什么？我不服！那个贱人，你凭什么？喂，帮我联系电视台台长。爸爸妈妈又来看我啦！不过这样，我感觉自己像峨眉山的猴子。唉，又困了。小奶团，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。怎么又哭了？医生说你不能老这么哭，对身体不好。探视时间已经到了，宝宝也睡了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过来看他。没想到首富顾家的少夫人居然是个农民，我还以为是哪家千金呢，这样太不门当户对了吧。快看，他爹妈被扒出来的图，这黝黑的皮肤，这淳朴的气质，跟我说是苏菲菲亲生的父母，这基因突变也太离谱了，我严重怀疑我吃了假瓜。这还用怀疑？100%换头了！看看这旧照，这土漆黑妹和现在的高定女王是同一个人，骗鬼呢！求扒他整容医院，这技术太逆天了。重点是他怎么攀上顾家的？顾家门槛不是高破天际吗？难道就凭这张人造脸？我不信豪门都这么瞎。楼上太天真了，这种励志故事背后能没点手段吗？我猜啊，8成是母凭子贵的剧本，或者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攀高枝，山鸡变凤凰的套路罢了，坐等更多黑料。只有我好奇他给了前男友们多少封口费吗？这种背景能瞒到现在，手段不一般啊！怎么了？没事。走，去。妈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害你们挨骂了。快，赶紧坐，快，赶紧坐，快坐下。咱老老实实的种地啊，不丢人，不哭啊！到时候啊，爸爸妈妈给你包一个大红包，让你做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子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爷爷，您看这个，立刻查封侵犯菲菲隐私权的账号。查到了，是郑希言搞的。警告他们郑家，如果他们再敢惹是生非，我不介意让他们破产。谢谢爷爷。客什么气呢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啊，不哭了。好了，都别站着了，再站会儿，菜都凉了啊！快点吃饭吧。走吧，去医院接小奶团。好。
小奶团，我们来接你了。小奶团，哎呀，妈妈来接你了，这个小天使，你看看这小脸蛋啊，粉嫩粉嫩的，像个水蜜桃似的。等等，为什么我听不到小奶团的心声了？哎呦，宝宝，这不是我的孩子，这不是我的孩子，不是小奶团吗？夫人，这就是您的孩子，我刚从保温箱抱出来，我绝对不可能做出调换孩子这种事情的。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去哪儿了？怎么了这是？我是保温室的医生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。郝医生，孩子妈妈说这孩子不是她的，怀疑被调包了。各位，我以性命保证，这孩子就是你们的，我们医院不会做，也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情。这就是你们顾家的孩子。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听不见他说话呀。少夫人，孩子还小，怎么会说话呢？不过我看您是不是有些产后抑郁症？如果是的话，还是早些治疗比较好，不然可能会引发精神错乱。是啊，菲菲，孩子这么小，怎么可能会说话？菲菲，青山，我真的没有精神错乱，这不是我们的小奶团。我相信你。保温室里面还有没有其他孩子？你们是不是报错了？绝对不可能。这样吧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做个 DNA 检测。做，我们做。等 DNA 结果出来，你们就知道，这不是我的孩子。走吧。薇薇，我先取个孩子头发。哎呦，我的头发！我妈的毒闺蜜，我怎么在她手上？今天过后，我们的孩子就会成为顾家的掌上明珠。那这个孩子怎么办？我们养着。我才不要帮苏菲菲那个贱人养孩子呢！你要是想养孩子的话，我们就再生一个。至于这个野种，我打算去跟郑希言换钱。郑希言那么讨厌苏菲菲，也愿意花高价钱去买他的孩子好好折磨。完蛋了！我要是到了郑希言手里，我就没活路了！不要啊！好。郑小姐，是我。不知道你对孩子感不感兴趣呢？我想拿一个孩子跟你换5000万。哎，别着急拒绝嘛，这可是苏菲菲跟顾启山的亲生女儿。好，我在医院等你。那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听不到他的心声呢？都怪我怎么没有早点注意到女儿的状态不对呀？这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救我呀！我在这儿。小奶团，我的孩子，菲菲。你们要带我的孩子去哪儿？什么你的孩子呀？这明明是我的孩子！小妈，你还想当众抢我的孩子呀？还有没有天理？有没有王法了？菲菲，你怎么了？启山，他怀里抱的是我们的孩子，是我们的小奶团。郑希言，把孩子交出来！什么你们的孩子？这分明是我闺蜜宁薇薇的孩子。你们要是在乎了，我就打电话给电视台的记者，让他们曝光你们顾家抢孩子的事儿。顾总，
你们真搞错了，这不是你们的孩子，这是林薇薇小姐的孩子，你们的孩子还在做检测呢。这就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小奶团。哎，菲菲，怎么了？顾爷爷，顾伯伯，麻烦管好你们顾家的人，别像个疯子一样在这抢别人的孩子。苏菲菲，我看你就是自己生了一个残次货，所以想来抢我的孩子吧？呸！谁是你孩子？晦气！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救救我呀！妈妈的毒闺蜜将我和她女儿互换了，还要把我送给郑希言折磨。那个医生也是他们一伙的。我怎么听到一个奶娃娃说话的声音？听到了是吧？我也听到了，我也听到了。启然，你也听到了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小奶团的心声。这群人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什么小孩子的声音？我怎么没听到？奇了怪了，这苏菲菲怎么知道是她的孩子？陈茂，带保镖包围医院。你马上来趟医院，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按我命令，天凉了，该让郑氏破产了。李台长，立即安排记者来医院，准备报道郑家丑闻。喂，警察先生，医院有人强抢我们的孩子。郑希言，我警告你，立即把孩子交出来。抓住他们！别过来！你们要是再靠近一步，我就把他扔下去！哎，郑小姐，据知情人士爆料说，你3番4次派人伤害苏菲菲，还买通作为医生，妄图打掉她的孩子，请问是真的吗？你胡说！那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我没有，我有录音。曾医生，如果你愿意打掉苏菲菲肚子里的孩子，哎，郑小姐，苏菲菲怀的可是京城第一世家的子嗣，我没那个胆量。2个亿，事成之后我给您2个亿。周医生从业几十年，想必有的是办法悄无声息的处理。即使如此，孩子没了，那就是这个孕妇自己的问题，怎么能怪到你身上呢？那好歹是条人命，你个未成型的胚胎罢了，怎么能算是人呢？原来我怎么看也是你害的，是我有怎样？现在你的孩子在我手上，想让他好好活着，就得听我的话。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，你千万别伤害孩子。郑希言，你别一错再错了，把孩子放下，你还有回头路可走啊！是啊，郑小姐，郑氏集团已经正式破产了，您的父母和爷爷已经飞往圣卢西亚了，他们直接调动了最后的资金，直接跑了。你胡说，他们不可能会抛弃我的。你们不仅抛弃了你，还把所有的罪名都推给了你。现在，所有的欠款还有指控都得你一个人承担。郑希言，你只要立刻把孩子还回来，我可以给你找个律师，或许还能把刑期控制在12年以内。我是郑家大小姐，我不可能会输。你们要逼我是吧？你们想要毁掉我是吧？那大家都别好过！救命呀！我还不想死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幸好有你，我的好爸爸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嘿咻嘿咻，运动要从娃娃抓起，等我长大了，要一拳打10个。老婆，你先别动了，我在给小奶糖换尿布。这孩子看见你总想一起动。好吧，那我刚好去换身衣服。我们回来了，买了一大堆年货，今年过个热闹年。
上菜喽！来来来，最后一道菜。哎，回来的正好，洗个手，准备吃饭吧。我给大伙呀说个好消息，我和菲菲她爸上次在医院检查的病已经治好了。哎，医生说呀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要是晚的话，可能治不好了。之前你还在那儿犟，得亏听孩子们的。哎，菲菲啊，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，能领一大笔钱呢，到时候啊都留给你和小奶糖。收到好消息，我也有。我准备下个月让菲菲去公司担任总经理。哎，这好消息啊，我也有。我给我们家小奶团买了一艘大游轮，我的曾孙女啊，也是有游轮的人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举起杯来，为我们的好运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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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年快乐！宝宝，妈妈做到了，剪成人间富贵花，抱得美人归。